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关于我们广州的一位女医生小云，她远嫁到台湾乡下的经历。这个故事呢，刚开始的时候，大陆这边的亲戚朋友都一个劲儿的反对，甚至嘲笑她嫁到台湾乡下去受苦。但是几年过去了，曾经那些摇头叹息的亲友，现在却个个羡慕得不得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小云是广州某三甲医院的外科医生，家境不错，父母都是体制内工作的，可以说是典型的城市中产家庭。小云长相秀气，身材也好，条件那是相当不错。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追求者那可是从来不断的。可就是这样一个条件优越的姑娘，却在一次去台湾旅游时，认识了台湾南部乡镇开农场的阿明。那次小云是跟团去台湾环岛旅游，途经阿明家的观光农场，被那里的风景和阿明家的水果深深吸引。阿明呢，是个地道的台湾农村小伙，皮肤黝黑，为人憨厚，说起话来软软的台湾腔调，特别有亲和力。小云被他的质朴和热情打动，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姐，你是医生哎，怎么会看上一个农民的？回来后，小云的闺蜜听说这事后忍不住问道：阿明才不是普通农民，他家的农场规模很大，而且他还是台湾大学农业系毕业的。小云反驳道。经过半年的网恋，两人感情稳定，阿明还特地飞来广州见了小云的父母。谁知小云一提出要嫁到台湾去，家里人和朋友全炸了锅。台湾那不是很落后吗？你在广州当医生多好啊，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小云的妈妈不解地问：就是啊，你知道台湾乡下是什么样子吗？肯定比不上我们广州的发达。连小云的表姐也来劝她。亲戚们七嘴八舌，听说台湾经济不行了，很多年轻人都要来大陆找工作呢。那边工资低，消费还高，你一个大城市的人怎么受得了乡下的生活啊？面对众人的反对，小云却坚持自己的决定。她反复解释，你们对台湾的认识存在误区，台湾虽然地方小，但民生发展其实很好，特别是医疗和社会福利方面，甚至比大陆还要完善。但这些话根本无法说服家人和亲友。最后，小云的父亲拍板道：如果你非要嫁，那就嫁吧，但别后悔。就这样，在亲友的一片反对声中，小云和阿明在台湾举行了婚礼。婚礼很温馨，但来参加的大陆亲友却很少，大多数人还是不看好这段婚姻。刚到台湾定居的小云确实面临了不少适应问题。首先是语言，虽然都说中文，但台湾用字和大陆有差异，很多专业术语也不一样。小云作为医生，需要重新考取台湾的医师执照。这段时间她只能在家待着，心里着急又无奈。阿明家住在台南的一个乡镇，周围环境确实比不上广州的繁华。但让小云惊讶的是，这里虽然是乡下，基础设施却很完善，家家户户都有高速网络，镇上有小而精致的图书馆，还有设备先进的卫生所。奇怪，为什么台湾乡下的公共设施这么齐全？小云不解地问阿明。阿明笑着解释，台湾重视均衡发展，政府会确保偏远地区也有基本的公共服务。而且我们这里虽然是乡镇，但离台南市区也就半小时车程啊。小云慢慢发现，台湾的乡下和大陆的乡村有很大不同。这里虽然没有高楼大厦，但生活品质却不低。房子虽然不如广州的高档小区气派，但普遍户型宽敞，家家户户都有院子，空气清新，环境宜人。阿明家的农场经营得很好，种植各种高品质水果，主要销往日本和其他高端市场。农场采用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效益相当可观。这和小云原本想象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大相径庭。更让小云惊讶的是台湾的医疗制度。她在考取台湾医师执照后，找到了一家地区医院工作。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非常完善，即使是乡镇医院，设备和服务也达到很高水平。医生的社会地位和薪资待遇也相当不错，工作压力比起广州的大医院要小得多。这边的病人都很有礼貌，不会动不动就对医生发脾气。小云感叹道，而且医患关系真的很融洽，大家都很信任医生。
小云逐渐适应了台湾的生活，也深深爱上了这里的人文环境和生活方式。台湾社会讲究人情味，邻里关系和睦，人们生活节奏较慢，更注重生活品质。喂，小云啊，听说你嫁到台湾去了，过得怎么样啊？是不是后悔了？有一天，小云接到了大陆表姐的电话，语气中带着一丝幸灾乐祸。我过得很好啊，这边环境好，工作压力小，老公对我也很好。小云真诚地回答。真的假的？台湾不是经济不行吗？那边工资高吗？表姐将信将疑。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大陆不同。这边虽然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和基建项目，但民生发展水平很高。我们这个乡镇，普通人的生活品质一点都不差。小云耐心解释道。表姐听了小云的解释，似乎还是不太相信。那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她直接问道。小云笑了笑，我现在在医院工作，月薪折合人民币大概2万多一点。这在台湾算中等偏上水平，但比起广州可能是少了些。不过这边的社会福利特别好，看病不用排长队，几乎不用自己掏钱。孩子的教育资源也很优质，学校班级人数少，老师能照顾到每个孩子。最重要的是，这边的生活节奏慢。我每天下班后还能和阿明一起散步，周末可以去海边或者山上玩。这种生活品质是用钱买不到的。小云语气中充满了满足感。挂了电话后，表姐对小云的说法半信半疑。她在家族群里发了消息，刚和小云通了电话，她说她在台湾过得很好，但我觉得她是不好意思说实话吧。肯定是啊，嫁到台湾乡下能好到哪里去？小云的二姨直接回复，说不定是死要面子呢。还有亲戚附和道。就这样，小云在台湾的生活，在大陆亲友眼中依然是个谜。他们只相信自己知道的台湾，一个被大陆经济飞速发展甩在后面的地方。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小云和阿明结婚已经3年了。这3年里，小云在台湾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她完全适应了台湾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医院里，她因为专业能力强，态度亲切，深受病人喜爱，还被提拔为科室主任。阿明的农场也越做越大，不仅在台湾本地市场有良好口碑，还拓展了日本和欧洲的高端市场。其次，小云和阿明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取名叫小满。在台湾，育儿福利非常完善，从产假到儿童医疗保险，再到教育补贴，政府都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小云不需要像在大陆那样为孩子的教育和医疗操心。我们这边的幼儿园师生比是1:8，老师真的能照顾到每个孩子。小云在视频通话中向老妈炫耀，而且小满3岁就能上公立幼儿园，每个月只需要交很少的费用。真的假的？那边的幼儿园这么便宜？小云妈妈有些难以置信。是真的啊，台湾很重视儿童教育，政府投入很大。小云解释道，而且这边的教育理念也很先进，注重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不是只会死记硬背。随着视频通话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小云经常在朋友圈分享她在台湾的生活。蔚蓝的海岸线，翠绿的山林，干净整洁的街道，新鲜美味的水果，还有四季如春的宜人气候。今天带小满去农场摘草莓，这孩子自己摘了一大盒，开心得不得了。小云配上一张小满满脸笑容的照片发在朋友圈，羡慕啊。我们这边的草莓都是从外地运来的，哪有这么新鲜？广州的朋友评论道。台湾的水果真的绝了。另一个朋友说，小云还分享了她和阿明参加当地社区活动的照片。台湾的社区文化非常发达，居民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今天参加了社区的中秋烤肉晚会，邻居们都带了自家的拿手菜，热闹极了。渐渐的，大陆的亲友们开始对小云在台湾的生活产生了好奇和羡慕，特别是在看到小云家的房子，一栋带着大花园的独栋别墅后，很多人都惊讶不已。小云，你们家房子真大啊！在广州买这么大的房子，得花几千万吧？有亲戚忍不住问道，这边房价没那么高啦。小云笑着说，我们这栋房子带花园和果园，总共才花了相当于广州300-400万的价格。啊，这么便宜？亲戚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是啊，台湾乡镇的房价比大城市低很多，而且这边的房子普遍户型大，有院子。最重要的是，这边的空气好，水质好，各种公共设施也很完善。小云解释道。随着小云经常分享她在台湾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亲友开始对台湾产生了新的认识。他们惊讶地发现，台湾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比不上大陆，但在民生发展和生活品质方面却有着独特的优势。台湾的医疗体系真的这么好吗？有一天，小云的姑姑突然问道。她因为长期腰痛，在广州排了好几个月队才预约到三甲医院的专家号。是啊，我们这边看病很方便，基本不用排队，而且医生会有充足的时间为患者检查和解释。小云回答，全民健保覆盖面很广，大部分医疗费用都能报销，自己只需要付很少的钱。我们这边为了看个专家号要起早贪黑排队，好不容易排到了，医生看病却只有几分钟，根本说不上几句话。姑姑叹气道，台湾的医疗资源分配更均衡，不会像大陆那样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医院。小云解释道，而且台湾的医生社会地位高，薪资待遇好，所以医患关系也比较和谐。看到小云的分享，更多的亲友开始向她询问台湾的情况。有人问教育，有人问养老，有人问环境，还有人问饮食文化。小云总是耐心地解答，也不忘分享台湾的美食和风景照片。台湾的夜市真的有传说中那么好吃吗？小云的表妹问道。当然啦，台湾的夜市不仅有各种美食，还有游戏摊位，氛围特别好。小云兴奋地说，我和阿明经常带小满去夜市吃小吃，他最喜欢珍珠奶茶和盐酥鸡了。羡慕死了，表妹回复，我们这边的夜市都被城管取缔了，说是影响市容。台湾的夜市是受政府保护的文化遗产呢。政府会帮助夜市提升环境和卫生条件，但不会取缔它们。小云解释道，通过这些细节，大陆的亲友们逐渐了解到台湾的发展模式与大陆不同，更注重民生和生活品质，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这种发展模式虽然没有大陆那么亮眼的 GDP 增速，但却给普通人带来了更舒适、更有保障的生活。小云，你们那边养老院怎么样？我听说台湾的老年人生活很幸福。有一天，小云的舅舅突然问道，他已经退休几年了，一直为养老问题发愁。台湾的养老体系确实很完善。小云说，政府提供基本的养老金，还有长期照护保险，老人即使不和子女同住，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养老院条件好吗？贵吗？舅舅继续问。条件很好，而且价格合理。台湾的养老院不像大陆那样良莠不齐，基本上都有严格的管理标准和监督机制。小云解释道，而且这边的老人很活跃，经常参加社区活动，政府还会组织各种老年大学和兴趣班。哎呀，真好啊！舅舅感叹道。我们这边的养老院不是太贵，就是条件差。像我们这种普通退休工人，根本住不起好的养老院。台湾的社会福利体系确实比较健全。小云说，虽然台湾的经济增速不如大陆快，但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很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小云在台湾已经生活了5年。这5年里，她和阿明的生活越来越好，小满也长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对于小云的远嫁台湾，大陆的亲友们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最初的不理解和反对，到现在的羡慕嫉妒恨，这变化可真是太大了。小云，你现在幸福吗？有一次，小云的妈妈在视频通话中问道。当然幸福啊，小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有爱我的老公，可爱的孩子，喜欢的工作，还有这么好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那就好，那就好。妈妈欣慰地点点头。当初我们都反对你嫁到台湾去，现在看来是我们眼界太窄了。小云的父母终于决定来台湾看望女儿一家。他们选择了春节期间，花了2周时间在台湾各地游玩，也在小云家住了几天。这边的空气真好啊！小云爸爸深吸一口气，感叹道，比广州清新多了。而且这边的公共场所都很干净，路上看不到垃圾。妈妈也点点头。小云带父母去了当地的市场、公园、图书馆等地方。父母惊讶地发现，
台湾的公共设施虽然不像大陆那样崭新亮丽，但却很实用，维护的也很好，市场里的食材新鲜价廉，公园里老人孩子乐享天伦，图书馆里安静祥和，处处都能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便利。小云，你们这边的老百姓真有礼貌啊。小云妈妈观察到，路上大家都会互相问好，司机会主动让行人，排队也很自觉。是啊，台湾的公民素质普遍很高。小云解释道，这边的人很注重公共秩序和互相尊重。更让父母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们去医院看小满的小儿科随访时，医生居然花了整整半小时为小满做检查，并耐心解答他们的各种问题。这医生态度也太好了吧！小云爸爸不敢相信，在广州，专家号也就5分钟，问多了医生还会不耐烦。台湾的医患关系确实很融洽，小云说，医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关心每个患者，患者也很尊重医生的专业判断。父母还注意到，台湾的养老和育儿条件都很好，街上随处可见活力四射的老人，他们参加各种社区活动，生活丰富多彩。而孩子们则在宽松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课业负担不重，有更多时间发展兴趣爱好。小满现在上幼儿园，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小云骄傲地说，老师会组织各种有趣的活动，让孩子在玩中学习，不像我们那边。妈妈叹气道，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学拼音、算术，小小年纪就背着书包写作业。春节期间，小云还带父母参加了当地的庙会和新年活动。热闹的场面、丰富的美食、淳朴的民风，都让父母感受到了台湾独特的文化魅力。台湾真的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啊！小云爸爸感慨道，这些在大陆很多地方都已经消失了。是啊，台湾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做得很好。小云说，这边的人很重视文化传承和地方特色。父母回到广州后，立刻成了亲友中的台湾通，经常向大家分享他们在台湾的见闻。台湾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他们总是这样说。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实不如大陆那么高，但百姓的生活质量真的很好。小云爸爸在家族聚会上说，他们注重的是生活品质，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就是啊，小云妈妈附和道，台湾的医疗、教育、养老各方面都做得很到位，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很强。亲友们听了都很惊讶，真的吗？我们一直以为台湾经济不行，老百姓生活很苦呢。那是你们不了解台湾。小云爸爸笑着说，台湾的 GDP 可能不如大陆高，但民生保障做得特别好。通过小云父母的亲身经历，越来越多的亲友开始重新认识台湾。他们惊讶地发现，台湾虽然面积小，资源有限，但却在民生领域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就。小云，你们那边的农产品真的不用农药吗？有一次，小云的表姐在聊天时问道。台湾的农产品确实管控得很严格，小云回答，特别是有机农产品，标准非常高。阿明的农场就是有机认证的，我们自己种的水果蔬菜都是无农药的。羡慕死了。表姐感叹道，我们这边买菜都担心农药残留问题，孩子的食品安全更是让人头疼。台湾的食品安全确实做得很好，小云说，政府监管严格，消费者意识也很强。小云的生活方式也让很多亲友羡慕不已。他和阿明工作之余，常常带着小满去爬山、去海边，生活丰富多彩。周末，他们一家会去农场劳作，亲近自然。假期，他们会环岛旅行，探索台湾各地的美景和文化。你们的生活真是太惬意了。小云的闺蜜感叹道，我们在广州，每天忙忙碌碌，工作压力大，还要应付各种社交和人际关系，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台湾的生活节奏确实慢一些，小云说，人们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不会一味追求金钱和物质。随着时间推移，小云在台湾的幸福生活逐渐影响了更多的人。她的一些亲友甚至开始考虑移居台湾，或者至少去台湾体验一段时间的生活。小云，台湾那边的创业环境怎么样？小云的表弟某天突然问道，我在广州这边做电商，感觉竞争太激烈了。台湾的创业环境也很好，特别是对于小型创业者。小云说，政府有很多支持政策，创业氛围也很浓厚，
那边的互联网发展怎么样？表弟继续问。台湾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很完善，网速快，覆盖面广。小云解释道，虽然没有大陆那么多互联网巨头，但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也很发达。小云的表弟最终决定来台湾考察，探索在台湾发展的可能性。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越来越多的大陆亲友开始把台湾当做一个值得考虑的生活和工作目的地。丽姐，我真的很感谢你当初的牵线搭桥。有一天，小云打电话给我说，如果不是你介绍我认识阿明，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在台湾还有这么美好的生活等着我。哎呀，这都是你们的缘分啊！我笑着说，我只是搭了个桥，你们能走到今天，全靠你们自己的努力和相互理解。但是没有你，我可能连认识阿明的机会都没有。小云真诚地说，我现在真的很幸福，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说实话，我也有些惊讶。当初我介绍小云和阿明认识时，也有些担心这段跨越海峡的姻缘能否长久。但现在看来，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小云和阿明不仅婚姻美满，还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很多人对台湾的刻板印象。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很多人对台湾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新闻报道和道听途说的层面。他们以为台湾经济不行，民生凋敝，却不知道台湾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丽姐，下次再见。